各位网友，大家好啊！玩书走天涯，走进历史，走出现实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谈一下正在华人圈里大家正在热议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出事儿了。那么，华人圈里议论这个释永信呢，说他的问题有好多女人不清不楚的是吧？甚至还有孩子还说他私吞这个寺庙的财产，成为了佛门的贪官旅社的纠纷转移资产还有权色交易，侵吞寺庙的资产，这些标签呢，经常就会带在他的身上，尤其在华人圈里，他几乎成了这个师德僧侣的一个代名词。可如果大家要问玩叔怎么看这个问题玩叔跟大家这么说吧，我只想说一句，别太当真。你要是把释永信当成什么清修的僧侣高僧来看的话，他当然是千错万错了。但如果大家换个角度，把他当成一个企业老板，他干的那些事儿，说实话一点也都不稀奇。所以说，如果释永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僧侣，而是一位以寺庙为商业核心的一个企业主，一个老板，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解释的空间。少林寺在他手里，那也不是什么宗教的净土，而是一个商业的帝国。他自己呢，也不是出家人，更是一个职业经理人。说白了，释永信就是佛教壳子里长出来的中国式的 CEO。 大家觉得这个观点如何反正玩叔这个观点已经是根深蒂固了。那我们首先说一下先把话说明白，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信佛，那要信佛那当别论。大家去看看，逢年过节上寺庙的，谁真的去听佛法去修行的？十有八九都是什么求发财、求子、求姻缘、求升官，嘴上念的是佛，心里盼的是现实。你走进任何一个香火旺盛的寺庙，看到的不是诵经养法、苦修清净，是吧？而是香火满天、金银满地，法会如是。宗教的外壳承载的是民间心理的需求和文化消费市场的结合。所以中国人从来什么事都不信，他只信现实，他求的是现实，他是一种交易，对吗？所以今天中国大多的寺庙已经不是什么宗教场所了，更像是一个民俗的许愿地，它也不是什么精神的净土，一个功能性的祈愿站而已。和尚也不讲经，反而像导游，游客不烧新香，而是烧高香。那么少林寺是什么呢？少林寺是这个祈愿市场里最出名、最值钱的头部品牌而已。我们来再说玩叔第二个观点，释永信他也不是什么高僧，而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罢了。回到释永信身上，他到底干了什么？他把一个原本破破烂烂的庙打造成了世界级的品牌。他不靠讲佛经赚钱，而是靠 IP 授权、旅游门票、功夫表演、海外交流、少林的快餐，甚至是电商直播搞营收所以你以为他是念佛的，他念的是生意经。你看他注册商标、开公司控制子公司，把少林两个字包装成全球文化品牌。他也不是真正的什么出家人，他是 CEO， 是品牌方，是市场的操盘手用一句话总结，释永信的修行方式就是把佛门变现，把佛经变现，对吧？所以你要说他俗气，那确实他是有点俗，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本事。他把一座破寺庙做成了一个跨国集团公司，
还买了上千公顷的澳大利亚土地。那在资本家的逻辑里面，他已走出了国门，是个国际企业家啊。我们再来说完书第3点啊，少林寺也不是什么道场，说白了，少林寺是一个生意场，是一个产业园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捋一捋，看看它到底像不像产业园，到底是不是产业园。当我们批判释永信用宗教敛财时，是否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底层逻辑？今天的中国寺庙，尤其像少林寺这样的位居河南嵩山被国家重点扶持的名山大庙，它的本质早已不是什么供信徒修行的净土，而是一个文化消费的产业园，一个旅游胜地。政府出资，资本助力，旅游业配套，地方财政分红，一座寺庙的经济运作涉及到了门票收入吧，香火供品吧，香客导游吧，僧团的演出吧，国际的培训吧，影视 IP 授权等多条产业链。简而言之，它就是一个古装外衣包裹下的经济生态系统。大家说是吗？而释永信恰恰是最早认清楚这一点的人而已。他不是将佛教商业化，而是顺应现实，把宗教品牌化。他知道中国人并不真正的信佛，真正虔诚的佛教徒是凤毛麟角，但中国人喜欢拜一拜，喜欢求贵人喜欢这个香火来护体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他抓住了这个需求而已，就像企业家洞察了用户的心理，开发出了用户的需求。你看他对少林寺的品牌管理甚至优于多数的中国国企。他让少林功夫登上了奥运的舞台，走进了美国的那么多学校，登陆了欧洲的文化节。他让寺庙开设网站，注册商标推出了周边的系列产品。他让和尚走进镜头，走向世界，变成了文化大使。从资产角度看，他确实把一个破庙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金矿。有人就会说了，寺庙本是神圣的地方，不能够商业化。这话说得好听，但请问现在中国的哪个庙，哪个不是生意场呢？香火钱动辄几百块，开光吉祥物满大街，佛牌、法事、功德箱、护身符、平安灯，哪一样不是明码标价？你站在寺庙门口不掏钱，和尚都懒得搭理你。大家是不是这样的？大家看是不是如此的？少林寺只不过是把这一套做到了极致而已。他把寺庙从地方的文化单位变成了国家级文化 IP， 从拜一拜变成了买一买，从炼金敲木鱼变成了表演功夫秀。很多人揪住释永信的女人问题不放，说他是违背了佛门清规，说他生活淫乱，说他包养情妇养儿育女。可如果你承认他是一个企业主，那么这些事情不过是中式土皇帝的一个标配。你当然可以反感，但并不能从此全盘否定他的商业成就吧，是吧？中国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的三宫六院，想必大家看的是津津有味。中国的反腐大片里面的中共官员的三妻四妾，我想大家也看的是咸水直流。那么企业老板的三房四房，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？我就纳闷了。释永信不过是打着佛衣做生意的人，他穿的是袈裟，不是因为清修是吧？而是因为这身衣服有文化的附加值，对吧？就像演员登台表演一样，他穿一套服装道具，这不是什么破戒，而是包装。他经营的是人们对神圣神秘庇护的幻想，他自己深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什么市场运作，对吧？
所以呢，如果他说自己是佛门传人，你可以笑他啊。但如果你把他当做佛门产业的 CEO， 你就会发现他做的还不赖，值得点赞。那比起很多那个庙宇仍在这个靠善款度日的依赖财政啊，这个政府的状态，那释永信啊已经走到了这个产业化的前列啊。他自己是吃肉啊，喝酒养女人，那不影响他把少林寺经营的这个红火火，是吧？有声有色，对吧？我们再来看一看完叔的第5个观点啊，庙产到底是资产还是佛产的？有人说他的这个挪用这个寺庙的资产，这就得问一个问题了，大家觉得这个寺产到底是谁的呢？说到底，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寺庙，而是一个商业组织，它的品牌归少林公司啊，国家这个工商局啊专门登记过的是吧？营收来源是游客、活动、授权、表演，那都是公司的钱，不是信徒的捐款。而释永信呢，作为一个核心的操盘者，他有经营权、有分配权、有法人地位，他不是拿着别人的香火钱在挥霍，他是在花自己公司挣的钱。这跟阿里巴巴啊，跟前段时间这个娃哈哈啊，跟华为的内部资产管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？当然，你可以批评他独揽大权，你但不能说他是偷寺庙的资产，这个逻辑不通，钱是他挣的，不是吗？那么他的最后的问题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也不在色，也不在钱，在什么呢？是在于我们不愿意承认他就是老板，是吧？中国有句诗是吧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而释永信只把这个书改成寺而已，叫寺中自有黄金屋，寺中自有颜如玉。这正好说明释永信是知行合一的一位高人呐。这我说句实话啊，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爱女人会赚钱，而在于我们自身内心的矛盾，对吧？释永信他不仅是宗教人物，更是体制内的政治参与者啊，多届政府委员，是吧？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，他是红色和尚的代表，是吧？是官方认可的宗教界代表人物。他不属于反体制的民间和尚，而是体制扶持下的佛教官员。所以我们换个角度，如果把少林寺看作是一个体制内的文化企业，那么释永信就是名副其实的 CEO， 他也是政治代表人物，是政商结合、佛政共荣的典型人物。那么现实是，少林寺已经不是道场，是产业。释永信不是主持，不是方丈，是董事长。他有土皇帝的气质，有企业家的魄力。他的成功不是靠修行得到的啊，是靠脚踏实地干出来的，是吧？是我党培养出来的。我们与其天天盯着他的什么生活上的小事，不如正视这套宗教商品化的体系，也别再拿和尚那套老剧本来评判一个穿袈裟的老板，那个评价已经过时了。所以完书的结论又来了啊！释永信当然不是什么圣人，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妖魔，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怪胎，他是佛门加市场的一个混合体，他能挣钱也能搞事，他有争议，但是他也确实有本事。大家说是吗？别拿佛门清规去衡量一个商业化的和尚，这不是在维护信仰，而是在逃避这个现实。你要是把少林寺当成企业看，他就是一代企业家。如果你认为中国还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寺庙，在当下的中国，那只能说明你还活在梦里面。讲的不对地方，请大家与完书互动，打在屏幕下方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。
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